冯参谋长，又怎么了？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怎么，马上要死了，想留句遗言是吧？说吧。刚才咱们看花轿里那个新娘，是山杏吗？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点。没错，花轿里面坐的新娘就是山杏。那她为啥嫁给魏家英啊？行了，丁大命，山杏为什么要嫁给魏家英？无可奉告。哎，冯参谋长，冯参谋长，你别无可奉告啊！冯参谋长，你要告诉我去阎王爷呢，我替你说好话，我让阎王爷保佑你升官发财，行不行？啊？为啥呀？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啊！站回去！到底为啥呀？冯参谋长，局长。等等！王总，有何指示？我改主意了，改变什么主意了？把那小子给我叫来。好。丁大命，不要。丁大命，你想不想活命啊？佘团长，这话让你问的，燕子虎都怕死，谁不想活？想要活命，好啊！想活命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咋合作？你小子是个忠勇之人啊！你为共产党游击队死心塌地的卖命，还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欣赏你这点，也看重你这点。如果你要弃暗投明，跟着我干，就像对游击队那样的一样忠诚，我不仅保你一条命，我还给你个官职干。没想到佘团长这么高看我。你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你很有价值啊！你既了解守备团，又了解游击队，还了解土匪。你要是跟着我干，那就相当于刘邦得到了张良，大事成立。佘团长这么高看我，真是让我叫啥来着？宠惊啊！受宠若惊。对对对，词儿我不会说，那意思就这意思啊。但是非常非常抱歉，咱们不会合作了。为什么？为啥？这还不明白吗？咱不是一路人。你说你升官发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想骂谁骂谁，想打谁打谁，想崩谁崩谁，太自在了。你再看我，从小在苦水里跑大，干累活，饿肚子，就让你们这样的人说骂一顿就骂一顿，说打一顿就打一顿。我恨你们，知道吧？啊！我为啥加入共产党？就是因为我恨你们。你也知道我恨你们，你说，那咱咋合作呀？说的倒是大实话呀！啊！可是要想活命，就得把恨忘了。你看人山杏儿，为啥嫁给魏家英呢？为啥？那还用问吗？为了活命。魏家英保了山杏儿，她才留着这条性命。她不嫁给魏家英行吗？你要向山杏儿学，
保住性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是，保住命比啥都重要。山杏都嫁给魏家英了，我真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儿。张桂元，开枪吧！是不是忘了我叫啥了？我叫丁大命，我命大。今儿你打死我，明儿个我还能活。只要我不死，我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永不回头。张桂元，开枪了！举枪！放！林大命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？小姐，妈，外面可多人了，河里人仰马翻的。哎呀，嗯，咱们来的路上，你有没有听见丁大命喊我呀？我好像听见了。是吗？我没听着啊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让鞭炮震的耳朵听差了呀？可能是我太想他了吧，听岔了。小姐，你说大命哥要知道你嫁给魏佳英，他得咋想？丁大命要是知道，他非得跳河不可。你知道你还嫁给魏佳英？这不说废话呢吗你？我要不嫁给魏佳英，我能有命吗？我。唉，看来这人呐，都怕死，只要用死吓唬，让干啥就得干啥。你这人话里有话啊！啊？啥话里有话呀？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？魏副官犒劳你，他为啥犒劳我？他要娶媳妇儿，娶谁呀？娶你媳妇儿山杏。你呀，要吃点，再喝点，祝贺你媳妇儿嫁给魏副官啊！山杏，山杏，山杏。刚才咱们看花轿里那个新娘，是山杏吗？我可以让你死的明白一点。没错，花轿里面坐的新娘就是山杏。那她为啥嫁给魏佳英啊？为啥嫁给魏佳英？为啥？那还用问吗？为了活命。魏佳英保了山杏，她才留着这条性命。她不嫁给魏佳英行吗？
你要向山杏学，保住性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保住性命比啥都重要。媳妇儿，大燕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屋待着呀？我这不在这伺候我家大小姐呢吗？那行了，你先伺候到这儿吧，往后我来伺候吧。哦，大小姐，我走了。走啊，愣着干嘛呀？大小姐，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把门关上啊。55号到，睡觉。56号到，睡觉。57号到。睡觉。山杏儿啊，你都没想到吧？最终还是我把你娶到手了。你把盖头摘下来呗。你要摘我盖头干嘛呀？我们都是两口子了，你说我要干嘛呀？那我替你摘了。不用替我摘，我自己摘。山杏，化上妆真好看，就像一个美娇娥。我魏佳音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呀，娶了一个仙女当媳妇儿。那，你真觉得我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你喜欢吗？你想亲我一口吗？嗯。那你亲吧。魏佳音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听见没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谁是你媳妇儿？我是丁大命的媳妇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碰我的话，我现在就剁了你。好，我不动你，我不动你，我保证不动你。你先把斧子拿开，好好说话行吗？那你老实点儿。我老实，
我老实。媳妇儿，山杏，丁大命已经变成鬼了，你做不了他媳妇儿了。你做我媳妇儿行吗？我一定好好疼你。你胡说！丁大命肯定还活着，他死不了。他真的死了，我今天亲眼看见他被囚车拉出去枪毙了。他就是死了，我也给他守活寡。魏佳音，我告诉你，我嫁给你是假的，我跟你根本就成不了夫妻。你要是不碰我的话，我感激你救了我的命。如果你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，我现在就劈了你！你给我站起来！我站起来干嘛呀？出去！我去哪儿？这么晚？去哪儿我不管，反正不许在这儿待着。快点，起来！山杏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脾气怎么这么……我就不信，我一个爷们儿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这个小丫头片子。你让我亲一下，我就亲一下。我亲你奶奶的头！谁呀？你个兔崽子！爹，你疯了吧你？我跟我媳妇儿入洞房，你来干嘛呀？谁是你媳妇儿？她呀！人家山杏遇了难，找你帮忙，你还当真格的了？就是，你还当真格的了？不是真格的。啥真格的？山杏愿意嫁你吗？啊，愿意嫁他吗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。谁都有遇难的时候，这时候帮帮人家，那就是积大德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动山杏一下子，我就削死你！爹，叫爹也没用。出去，到外屋睡去。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，你肯定不是我亲爹。出去！你也不像我说的亲儿子。山杏啊，哎，别怕，有魏叔保护你，这个兔崽子不能把你咋样啊！你睡觉吧，我在外面给你看门啊。叔，哎，你真是我亲叔，谢谢你叔。谢啥呀？山杏啊，我跟你爹啥关系呀？那处的跟亲兄弟一样，我能看着你受气吗？好好睡觉吧，我出去了啊。哎。大小姐，吓死我了你！咋了？我搁外面听屋里边呜闹喊叫的。啥事儿都没有。行了，你今晚就留着陪我睡吧。啊？我陪你睡呀？咋的？不乐意啊？不是，你这不还得入洞房了吗？入个屁洞！报告。说。团座，丁大命同意合作了。丁大命同意合作了？是，他同意合作了。真没想到，丁大命竟然同意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蝼蚁上知惜命，他丁大命就不怕死吗？丁大命可是个滑头呀，咱们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他怎么滑，在我这老狐狸面前，不过是个小山兔。准备点酒菜，把他带来吧。是。报告。团座，丁大命带来了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你来啦？我来了。坐吧。
会喝酒吗？不会喝，但喝过。酒满茶半，做人要讲究。这是啥酒啊？没见过吧？啊，这是红酒。哦，红色的酒就是红酒。啊，对对对，白酒是白色的，好神奇啊！我多喝了。怎么了？怕酒里面有毒啊？来，我陪你。哦，不是，两位老总请我喝酒，我肯定都喝了。我就是没喝过这酒，我就觉得太多了。多我也喝啊。有酒量啊！哎呀，这红酒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能喝。丁大明，你是真心想跟我们合作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真心的，你说什么同意啊？我倒很好奇，你不是真心的，还要跟我们合作，什么意思啊？佘团长，我不是给游击队做事吗？这你们也知道，你们知道以后，那就不高兴，那不高兴又要抓我，又要逼我，我这不想死吗？我想活，这就跟你们合作嘛。你这能是真心的吗？对不对？说的倒是实话啊。实话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就好。佘团长，斗胆我问一句啊，那是咱们这个合作咋合作呀？很简单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在石灰窑伏击游击队那次，是谁给山上的土匪送的情报，袭击了我的大本营？这说明我的内部一定有奸细。那么这个奸细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他通过什么人跟游击队有联系？哦，问我啊？你可不要说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刚才这杯太多了，佘团长，我能吃个鸡腿压一压吗？随便吃。好。
同意合作？这是谁同意让我跟他们合作了？对，咱们是谈合作啊！哎，你看我这狗肉上不了正席了。合作很简单，盛团长。合作前提就是要公平。你问我这事儿，我肯定得告诉你。那我问你个事儿，你也得告诉我呀。啊，不多，俩事儿。一个是山杏带着游击队去石佛窑拉粮，你们咋就知道了啊？在那事先布置好了，这是一个事儿啊。第二个事儿，就是我跟关队长去你们军营抓舌头去，你们咋就知道了啊？事先埋伏好把关队长抓了，就这俩事儿。你把这俩事儿告诉我，你问我那事儿，我肯定告诉你，盛队长。团座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这小子够滑吧？丁大明啊，你是存心的不想跟我合作呀？盛团长，你这就冤枉我了。我不想跟你合作，我敢跟你提条件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合作嘛，就是你问我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；那我问你的事儿，你也告诉我，这叫合作。那不能说你问我的事儿，我告诉你了；我问你的事儿，你不告诉我，这不叫合作，这不叫欺负人吗？丁大明，你在我们的地方还敢跟团座提条件？我告诉你，团座跟你说是合作，那是对你客气的。我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这就是我们的合作，懂了吗？冯参谋长，那你要早跟我这么说，那我早明白了。你们这不叫合作，你这就换个方法审我呗。无非是让我喝了一杯红酒，我咬了几口鸡腿这也抠不出来了。算了，我还是站着吧，你们审我吧，审我吧。丁大明，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你说对了，我们就是审问你。再这么油嘴滑舌的，我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。冯参谋长，你这还火了？你别说，你这一火，我真有点害怕了。可我这个人啊，有一毛病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盛团长，我能再喝一杯这个红酒吗？你喝。哎，等等，喝完之后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回去了。你们这都火了，就合作不成了，那我就回去。冯参谋长，你这也太不客气了。我们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。来人，在。把丁大明给我押回审讯室，大刑伺候着。走。团座，这小子没上当，不好对付啊。话也别说得太早，不到最后还不知道谁好对付，谁不好对付。他最后还得按照咱们的道走。丁大明，招是不招？我跟你说，
找你奶奶个团儿！再来！别行了，再电就电死了，留着他还有用。验回大牢。来，得。兄弟，不高兴啊！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 甭管那个三龙瞎折腾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弟兄，我能相信你害我啊？大哥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三龙有些时候使的手段实在太阴损了，弄得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哎呀，事儿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 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那个打猎的朋友孙炮手，他知道这个日本军火库的地方，要不然他不会卖给我这么多枪支弹药。我还真买了不少。大哥，我以前听你说过这事儿。要是能知道军火库在什么地方， 那我们就有资本了。不管是投奔游击队，还是到啥地方，谁都不能小看咱们。对啊，大哥，要是能找到日本军火库，那咱们的势力就大了。明天早晨，咱俩带几个弟兄下山去见见那个孙炮手。好，我一直想找他。 三龙不去啊？不带他去了，就咱俩。来，大哥。哎，龙爷，这狼雕要不死，咱们兄弟的日子就不好过呀。人家叫猫雕，9条命，能不死啊？哎，龙爷，我又想了一个办法。 军师请讲。我觉得那个叫柳叶的女人就是狼雕的软肋。你说，咱们要去把柳叶给绑了，那狼雕是不是就……下山抓柳叶。哎。 你想干啥？你想干啥？我上茅房啊。茅房？茅房那面的，这边没茅房。出去！比犯人更严。大明，你说那个纸条到底是谁给的呀？啥纸条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纸条嘛，让我别陪你坐牢，叫我出去。啊，有个纸条啊，
哎呀，你就是个猪脑子！那天咱俩正生气呢，歘，飞过来一个纸团儿。哎，你说，这到底谁是守卫团安排在这儿的卧底呀？是啊，到底是谁呀？谁呢？你猜猜，他是谁？你不睡觉跟谁说话了？我没说话呀，可能说梦话了吧？不对，是不是我说梦话？你接我话了？大小姐，真没有，你没说梦话，我也没接你话。我娘跟我说过，我经常说梦话，如果有人接话，我就会接着往下说，对方问啥我说啥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终于想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呀？那次我领着游击队去石灰窑搬粮，这事儿我谁都没说，连丁大命我都没说。可这事儿还是泄露出去了，是不是那晚我说梦话，你接我话了？大小姐，我真没问，我什么都没问过你。不可能！如果不是你问清楚了，把这事儿泄露出去，那守备团咋知道的？大丫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守备团安排在我们家的卧底？大小姐，你别瞎猜了好不好啊？我在关家大院都住10多年了，老爷太太待我像亲人一样，我能干他缺德事儿吗？大小姐，你别瞎猜了好不好？那行，我不猜了。我问你，你爹呢？我爹啊？我爹他死了呀。你爹死了？真死了假死了？这还能说假话吗？谁爹没死能说死了呀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这么看着我，就说明你不信任我。你要不信任我，我实在是太难过了，大小姐。行了，别好了，赶紧睡吧，别把屋外的人给吵醒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还是不信任我呀？行了，赶紧睡觉。小燕，起来跟我走啊！去哪儿？放你回家呀！哎，嫂子，想啥呢？他们说让你回家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桂花，你咋那么傻呢？他们怎么可能放嫂子回家？他们是想带我去阎王殿。什么阎王殿呢？送你去皇宫金銮殿，带你享福去。走吧。我可以和鬼火说几句话。快点儿。桂花，等你将来有媳妇儿、有孩子了，你就给他们讲故事，说过去有个叫柳叶的女人，饭菜做的挺好吃的，人也挺好的，就是命苦。
不用替嫂子担心啊。我走了。嫂子，哎，嫂子走了。哎，行，嫂子，别在这块瞎难过了你，他去享福去了，又找死去了，你应该替他高兴，知道吗？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英雄，好命为情动情，好命为爱永守。千锤百炼一颗定，只在中心。真英雄。